在印度一个村庄，一只待宰的母猴与当地的狗群发生了冲突，狗群残忍地将猴崽子咬死并撕碎。没想到1个月之后，一大波猴群闯进了这个村庄，他们大军压境，见狗就杀。在这个事件中，猴子表现出了会记仇、会策划、会使用工具的特点。生物学上有一种说法，猿类向人类的过渡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人类会使用工具。看到这些猴子的行为，不禁让人怀疑，难道它们即将向人类进化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在那场大战中，猴群并不是一上来就疯狂攻击，而是先派侦察兵去寻找哪里有狗。一旦发现了，一群猴子就会集中到这里，然后从地上捡起石头就向狗群砸过去。只会用牙撕咬的狗子见到这种远程进攻，哪里会招架得住？没坚持多久就落荒而逃。而那些落单的狗崽子只能被猴群虐杀，手法也是相当残忍。他们抓住狗崽子之后，会将它抛起来摔死，然后那些老弱病残也是死于同样的手法。最后狗群大败，猴群获胜。这些方法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人类呢？不过有些人对此不同意，认为猴子并不是自己悟出了怎样使用工具，而是他们进入到人类社会之后有意模仿人类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意义。然而猴子使用工具的这个现象却一直都存在。在中美洲巴拿马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白面卷尾猴，科学家在研究这种猴子的时候发现，它们可以使用石头砸开坚果，以此获得里面的果肉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它们使用工具并非只是无意中的动作，而是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打开坚果。而且这一能力在这个群体内并非每一只猴子都会，只是少数几只才拥有这个技能。由此可见，用石头砸坚果这件事不是它们基因遗传的，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得到的。不过也不要觉得惊讶，因为使用工具这件事本来就不只是人类的专利。猴子之所以是灵长类动物，能够具备这种能力也是理所应当，因为他们的智商就已经为这样的能力打下了基础。曾经有些科学家利用恒河猴做过智力实验，通过实验，他们发现猴子的智商相当于人类3到4岁时的智商，有些聪明一点的甚至可以达到10岁。并且通过训练，猴子可以理解一些简单的单词，并且进行一些简单的数学运算。还有一只猴子甚至被教会了开拖拉机。具备这样的智商，那么能够在战斗中分工合作也就不奇怪了。最近印度尼西亚的一只猩猩让人怀疑它们真的进化了。那是一只雄性大猩猩，科学家在跟踪研究的时候发现它的脸上有一个伤口，伤口很大，可以用皮开肉绽来形容。但是没想到它会寻找一些植物，把它们嚼烂之后敷在伤口上，害怕苍蝇对伤口造成感染。它甚至用树叶盖住了伤口，然后它每天都在吃这种用来敷伤口的植物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伤口仅用了5天就闭合了，1个月之后就只剩下了一条不明显的疤痕。后来科学家们对这种植物进行了分析，发现这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痢疾、糖尿病和疟疾这些疾病。使用工具，社会分工，并且会使用草药，这些种种行为似乎都说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猴子真的进化了。有些人觉得这是生物学界的奇迹，有些人觉得这些只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，还有些人认为这些猴子进化之后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。那么猴子进化对人类会有什么影响呢？在电影《星球崛起》中，导演向我们展示猿猴是怎样一步一步控制人类的。看到电影再联系现实中的猴子，真的怕哪一天他们会对人类发起反攻，从人类手中夺取对世界的掌控权。然而冷静一想，其实这种事情很难发生。首先要讨论的是，会使用工具就一定会对人类有危险吗？我们应该站在文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猴子虽然会使用石头砸坚果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尖锐的石头砸坚果更方便。猴子虽然会扔石头攻击敌人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尖锐的木棒扔出去杀伤力更大。猴子虽然会用草药来疗伤，但他们不知道把草药晾干，下次可以直接使用。卷尾猴3000年前就会使用石头砸坚果了，但3000年后，他们还是只会拿石头砸坚果，他们甚至没有从中创新出新技术。
而3000年的时间，如果放在人类身上，那就是商朝到现代，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，从冷兵器时代到核武器时代。但是猴子连最基础的农耕文明都没进入，就连实际文明都还不算成熟。这样的文明差距之下，想要对人类造成威胁，那根本不可能。除非哪一天几只猴子开始研究硫磺、木炭和硝石，那人类确实要警惕起来了。人类创造毁灭性武器，就像猴子学会了扔石头，本质上都只是一种工具。所以读到这里，也就没必要纠结猴子是否进化了这种问题。进化的本质其实是大自然的筛选过程，筛选出能够适应恶劣环境的生物。这些生物各有特点，各凭本事生存，所以很幸运我们是人类。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些被人类教读书认字的猴子，可能就像我们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一样，我们并不是说从中学到了什么能够让自身进化的东西，我们只是发现学习了别人的语言才能和他们交流。现实生活中，人类饲养的宠物因为长时间生活在人类社会，慢慢的也就能理解人类的一些行为。对于这种，我们只能说是学习，而不是进化。即便动物们没学会人类的这些行为，它们也能正常生活，就像我们不会外语、不懂先进科学技术也能生活一样，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文明。那么动物其实也应该有它们自己的文明。所以有些智者才会说，人类应该和大自然和睦相处，因为那些动物并不希望自己的文明被破坏，就像人类不希望自己的文明被破坏一样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